是赵浩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赖瑞隆委员、大家好，陈志涵主任、尹乃菁小姐、林玉芳委员、柯志恩委员、徐宏庭议员。好，那么美国有国防的这些专家说了应该让美国的军机在台湾加油这样的话让老共知道说，台湾这个美军在这边等于台湾给他一些后勤的这个帮助那这样的话可以吓阻中共这是五角大厦2024年中国的军力报告了有特别这个谈到这些那另外呢，这个除了专家说华府呢应该用美台后勤协定，不过好像我又听那个张静先生说没有这个协定了那我们有跟美国签这个后勤协定吗？你想查一下他说用这个来反制中国大陆军事的胁迫，就是你老是飞机越中线来包围台湾等等，我就告诉你这个美军会在这边这个加油那加油的话就会蛮长的就不是偶尔了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国会通过国防预算那中间呢建立一个基金向台湾输送军事资源那另外呢，这个过去2015年4月。2021年6月、2021年7月、2022年8月、2022年8月都有美国飞机降落在这里那最有名当然是裴洛西来那次了那后来有5个联邦众议员也搭乘了这个 C-40C 的这个飞机来那之前也有众议员来了，还有孙小雅啦等等都坐过这个飞机。那当然每次来老公都抗议了那张静说这个 idea 不好，是馊主意因为老美说这个要反制大陆的战斗机来，就把雷达开了锁定它。那张静是说，老共不会因此就被你吓到，你除非真的打，你如果不打，只是开一个雷达，你这个雷达反而被对方知道在什么地方，它的参数是什么都刚好被人家弄去了。那将来真正要作战的时候呢，搞不好就把你雷达站都给你炸了，而且你也没有真的打他。所以你出此主意要干嘛呢？你也吓唬不了别人这个意思了好，那拜登签署了美国的2025年国防授权法，你看美国国防预算很多8950亿快1兆美金这非常多的钱8950亿美金中间呢当然就有这个所谓国防授权法了那它不是只对台湾的它的一些友邦来支援等等那也包括给台湾说要援台抵抗中国的威胁了那另外呢，这个国台办当然很气，正告民进党说你们是铤而走险，要自取灭亡那另外呢，国台办也说呢，因为布林肯说台湾的议题不只是台湾的事情是国际的事情国台办就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容外人智慧。我们看一下。2015年4月1号，台南空军基地降落2架美国海军 F-18大黄蜂战机，当时是以机械故障为由预防性降落。隔天，美方再派1架 C-132运送组员零件抵台，当时引发各界议论，是否代表政治意涵？五角大厦2024中国军力报告中，前国防研究员认为，可以利用美台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让美国军机可以在台湾补给加油，展现吓阻中国决心，甚至可以用地对空飞弹锁定，给共军飞行员极大压力。美国国务院有一个条约及其他国际协定的资料库，其中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华盛顿与台北相互之间曾经签署过任何有关采购以及交叉服务协议。其实这项协定我方并没有签署，但美国军机降落台湾其实逐年频繁。2021年6月6号，3名美国联邦众议员搭乘全球霸王运输机 C-17降落松山。1个月后，美国空军 C-146降落松山，传出是运送 AIT 处长交接物品。中共会把它解读成是美军在台湾设立后勤基地，就给中国更大的借口。在实务上或者是理论上来讲，效果有限不过美方学者提出的终究只是建议，这项协议有没有可能签署执行，还得看符不符合美方国家利益。
我想这个 ACSA 这个部分里面来说的话在台美之间比较少被提及，比较多的是美国跟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其实还有些联盟，虽然透过这个所谓物资彼此之间的支援，不管是给予后勤的补给，或者是在加油的这个部分，其实跟北约国家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合作，但是呢，跟台湾第一次被这样子，或是很少被这样提及，那当然有人会提到，我们都同意说美国希望能够台湾能够增加我们的军费，但最主要是希望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国防的自主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呢，你在国防自主之外，到底我们是不是可以允许你的飞机降落常态性的来做？因为你要知道，过去我们这个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它跟我们台湾所签订的合约当中就有明定不要有这些所谓军事上面的一些比较是强力的一个介入。那你如果是这样子允许军机或者他们的飞机到台湾来固定性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协议固定性的来做，会不会引发额外不必要的一个纷扰？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能说，我们同意美国给予台湾更多的一个支援，但是呢，美国在所有目前所签订的合约当中，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表示，万一台海发生问题的时候，美国可以用军事方法来介入。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看到，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抛出这个 ACSA 的这样子的一个条约，是否对台湾未来在国际间因此可得到更多的一个保障，还是只是这样讲出来，然后呢，引发彼此之间更多的一个揣测跟这个质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长期来观察的。好，我想台美关系至少看起来是持续在强化的了哈。那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之后，让大家看到，你看最近很多的一些军演等等，都让大家很紧张。那当然，美国就整个它的国家利益来说，它势必要去巩固住啦。所以它作为台湾在第一岛链，它当然想办法去巩固这样的关系。所以，可以预见以台美这样的一个关系，未来可能越来越紧密啊。这几年确实台湾也对美国相当友善哈，不管当时通过相同法令，那美国看来也很看重台湾，不管是从半导体或者经济成就，或者是民主的一些，看来他也很重视哈。所以我觉得这样未来的趋势上，看来是会越来越多合作。至于这样的合作，当越来越多军事上有更多的合作的时候，那恐怕对于两岸之间的冲击，还有对世界间的冲击，我想这个确实是要审慎的评估。玉芳兄，这个就其实真正的我们关心的是，如果台湾遭遇到军事攻击，就中共武力犯台的时候，美国态度是什么？那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些学者主要是 Trey Mix 嘛，这位以前美国驻新加坡的国防合作组，其实军事合作组的那个组长一个上校，他做了一些建议。他当然还讲到你刚刚说了，用射控雷达要瞄准这个对方的这个飞机，这样锁定它这样子。其实我认为这都枝枝节节。最重要一件事，中共武力犯台，你美国态度是什么？那有这些协定，没有这些协定根本都不重要。请问95、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美国跟台湾之间有什么协定？没有什么协定。克林顿有人说派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克林顿自己在自传说一个不够，他派2个来，他就派2个来啊，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要知道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案，这个当时主要其实要对付尼克森，也要对付让美国总统不要随便宣战这样。可是很重要一件事，这个战争权利法已经规定了，美国总统自己就可以进行宣布对海外用兵，可以在海外用兵60天，必要的时候再延长30天，就是90天，3个月。啊，如果还不行呢，那你对不起，你要征求国会同意，要国会通过宣战。所以你想，美国总统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枝节呢？因为这种东西，你说这个飞机降落，美国飞机它应要降落我跟你讲，台湾也不会拒绝。大黄蜂这个飞机，你说当时它降落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它这个怎么会是雷达？其中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坏掉，所以它停在台湾不可。美国的理由也是这样。我跟你讲，他那时候是在离菲律宾的飞航防空识别区是比较近的，离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日本的那个宫古群岛的那个下地岛是比较近的，它可以停这两边。为什么停到这里来？我就是故意停的嘛，我就告诉你，就是我就要停到这里来嘛。当然有人说那时候美国跟菲律宾的关系不太好，他们错了。那个事情发生的前1年，美国跟菲律宾才签订了一个加强国防合作的协定，而且奥巴马
就在当天签订的当天，到了菲律宾去进行了访问。双方关系那个时候总统不是杜特地还是阿基诺啊，所以他们关系是很不错。他可以停那里，也可以停上面，可以停下面。为什么停台南？我就是要这样做嘛。所以我任何都不重要。譬如88风灾的时候，他的直升机来了，啊，他直升机飞过来停，你知道他直升机到哪里去吗？跟你有点关系。到高雄县的三民乡的民权村，陆战队队员都来了。所以后来，你知道这里面当然有些插曲就不要讲。但是后来，在通过88这个风灾这个特别预算的时候，我特别加了一条，所有参加这个救灾的这些外国的这些人士，我们要给他们1枚纪念章做那个，所以这个通过了。后来我那时候台美国联谊会的会长，我到了华盛顿去跟国防部官员见面的时候，我还特别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派人来哦，我们是很认真的哦。后来他们派了8个人，8个军人来接受高华柱这个部长给这个纪念章的。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说，他要研究你物资可以用民间的方式，他就用军人的方式，他就认为这是个危险，也是个机会。我直接把陆战队的队员就派进来，那个重型的这个直升机就直接飞到高雄县，那是很深入的地方，三民乡民权村。我相信主持人你听过这个没有嘛？哈，他就所以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美国人怎么看待台湾的价值。两岸武力冲突的时候，美国总统打算怎么做？他近期就可以做。当然有人可以讲一句话说，像我们要明晰，态度就要明晰。你的飞机如果进来，我就要锁定你。我跟你讲一件事，两边其实都要战略模糊是比较好。美国总统每一个人一上台就面临一个对中共的战略要模糊还是要清晰，最后的结果都是模糊的，因为它模糊才有妥协的空间。这里中国大陆他说中国大陆根本不模糊，你们错了。中国大陆的飞机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12海里的领海，很多媒体东写西写，那都错误的。中国大陆它也要保留一个模糊的空间。第二点很重要的，邓小平的时候、江泽民的时候都说什么条件之下我要武力犯台。你们有没有听过习近平讲过，台湾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就派兵来打？没有。说习近平也要保留相当程度的战略模糊，美国保留战略模糊，中国大陆保留战略模糊。大家才有一种妥协，才有妥协的艺术的存在，这样才是比较好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财划法哦，因为这立法通过以后呢，5个部会接力来哭穷哦。那包括卫福部、环境部、农业部、客委会、经济部。那都说啊，不行了，预算不够了，等等啊，我们原来要补助地方，现在不能补助啦，大概是这些了。要重编吗？有人说要重编啦，因为预算已经这个规模不一样了。财政部长是说，114年从下礼拜就开始了，1月1号就开始一个新的年度了。我怎么重编？一般人都在审查，怎么重编？哦，是没有办法重编呢。哦，吴钊燮说，哦，预算要减28%，我刚讲8%讲错了，28%。哦，说严重冲击建军备战，因为他是用比例啦。他按照这个比例来看呢，国防预算要少800亿，800亿就是28%啊。那另外呢，有5个民进党的县市今天北上，包括台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澎湖5个县市北上呢去轰，说财划法呢是恶法啊，越修越坏啊。那这个，所以呢，蓝绿是看起来态度完全不同。民进党就这5个县市长，哦，然后呢，这个都说不行，哦，都说这个法对他们不利，哦。那另外呢，这个陈其迈就骂柯志恩，说柯志恩呢私讯于我，私讯于他，啊，所以因为你曾经碰到他的时候呢，说这个会期财划法不会过，你又是国民党的政策会执行长，你讲的话应该是一言九鼎，很有分量啊，怎么说不会过，结果过了呢？哦。好，那么另外呢，这个黄伟哲也轰，说给南部人一根骨头叫感恩戴德吗？他说呢，这个我只比花莲多2亿啊，花莲呢可以增加160亿啊，台南增加163亿啊，他就跟花莲比，所以他很生气啊，那新竹市增加200亿自己很多啊，苗栗县、金门县涨60亿，新竹县185亿。那另外呢，国民党说啊，
赖清德12年前也就提了这个财政收入花法的版本啊。赖清德那时候为什么可以提？现在提就是叫恶法呢？那时候赖清德提就是对的呢？赖清德的版本其实很简单，所得税款的这个项目比例不低于10%，不低于10%，可能10%，可能10%、11%、12%、13%。那现在他们的版本呢是所得税的11%，货物税的10%，那就是这个原来73变成什么64吧。所以呢，这个他们意思是说，那你赖清德以前今天我还有一个社论对说赖总统要支持赖市长嘛，你当市长的时候你提出来的，那你怎么当了总统你就有另外的看法呢？我们看一下。谈到财划法3读通过，朝野立委跟财政部长庄翠云就先吵了起来。还剩多少？剩的不多，还剩多少？这个部分怎么算？当然还有跟税，还剩多少？中央超生的3500多亿。怎么花就是不给地方政府就对了啦。只是中央释散财划法通过后，又释出3753亿给地方政府，让各部会接力诉苦，喊没经费。其中经济部就喊删减约300亿的预算，而有没有可能影响甚至调整电费？部长郭志辉态度保留。环境部长彭启明喊话，过去中央补助地方的项目，近零碳排、水质改善，未来恐怕都需要地方自己筹钱。农业部长陈俊基也说，初估将引显250亿，包含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救学金、奖助。补助津贴全部都会有折扣，只是国民党团就痛批造谣，直呼中央依然有至少9000亿元可以使用。不要再欺骗百姓、恐吓人民了。今年财政部就要超增5000亿啦，去年超增3800多亿，前年超增5200多亿啊，真的没能力就下台吧。而对于县市首长下午也合体抗议财划法修正案重北轻南，如今财划法不止升温朝野仇恨，更加深中央跟部分县市对立。我先讲一下那个有关于两国之间的物品劳务协定这个相互支援的协议。美国的学者这样子提出来，它的可实现性是0啊，因为不可能的啊。我们看到呢，日本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它跟很多国家签署了这个物品劳务协议，包括这个英国呀，然后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啊等等啊。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你只是军舰靠来我这边，然后飞机靠来我这边，它里面还包括了像什么弹药的提供啦，甚至于在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呢，还牵涉到是不是可以派维和部队哈，或者是说涉及到撤侨等方面。签这样子的协议，如果说我们跟美国可以签这样的协议的话，那其实那其实已经接近我们两国恢复对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就已经要恢复派军到台湾来了，你觉得这有可能吗？这完全不可能哈！不要说大陆不会接受，我也非常的怀疑，川普呢会接受这样子的构想。就川普的想法来讲的话，大家有听到他跟这个安倍昭惠的谈话吗？他最高的这个指导原则呢，就是他不要发生战争，然后他不要派任何的这个部队。他为什么今天呢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然后跟台湾呢签这样子的一个协议，然后惹怒了这个中国大陆，他有得到什么好处？这种不划算的事情，川普是不会做的哈。然后刚才这个林委员呢提到，就是说过去呢美国他有军机呢到台湾来。那种都是在一种，也等于是走一个灰色地带了哈。大陆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就当做这件事情呢过去就算了哈。可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那个朝鲜半，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当时的朝鲜半岛的局势非常的紧张。当时呢，美国呢这个军方呢就有在考虑说，他们是不是要用那种派医疗舰的名义到台湾来。到台湾来呢，那其实就是担心，就是说朝鲜半岛一旦有事的时候，他其实要来借助到台湾这边的这个力量。那个时候，中国驻美国的公使不就讲了吗？他说美国的军舰到台湾的那一天，就是解放军到台湾的这个时刻，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完全没有可能性哈。至于有关于财划法的部分啊。今天呢，如果说按照这个吴钊燮这样讲，我们的这个国防预算会因此少了28%的话呢，那我们的那个，我们现在呢，中央政府预算呢要挪给地方去用的3753亿，那就解决了嘛。好，就说我们这些中央部会首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而且离谱哦。在这么几天之内呢，每个部会呢就哭好，然后呢不断的呢去把这些的预算
要不然呢，就是关系到，就说啊，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国防预算就不足以捍卫台湾了；要不然就是经济部长郭志辉会说出那么离谱的，会影响到我们跟NVIDIA 他们所签署的这个合约，然后呢，劳动部啊，卫福部就讲说什么育儿津贴都没有了，然后环境部就说我们要给地方上面所有的处理这些垃圾的这些，通通都没有了，怎么有可能有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第二个，陈其迈呢，还有黄伟哲，他们今天上来台北讲的那些话呢，也逻辑都不通。他们说呢，因为中央的政府的预算资源有限，所以今天呢没有办法呢有这么大的能力来去支援地方。这样子的话，会使得我们在不管是社福预算上面，或者是国防预算上面呢，会有造成困难。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嫌钱少。就嫌钱说，你给高雄的太少了。那如果说要按照你到底哪一句话是讲的是你的真心话？就是说，如果说要给地方更多的钱的话，那不是要从中央挖更多的钱来吗？而且给高雄的预算真的是给高雄的统筹分配税款真的是少了吗？这一次财划法通过之后呢，高雄多拿了245亿耶。如果没有这样子通过的这个财划法，对陈其迈来说，他恐怕是觉得更好的，因为过去没有这个财划法的时候，高雄呢就是要5毛可能给1000块都还不止。在8800亿的时候呢，高雄拿到的最多，一个小小的渔港的新建，它可以预算可以暴增到几十亿。所以对于这一些的绿营的县市首长来讲的话，没有公示有关爱的眼神，对他们是最有利的。洪庭啊，台北市好像这个增加最多了哈，增加416亿，增加了59.8%。那南部都说你现在是重北轻南，你们怎么看？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公共政策没有绝对的对错，它都是选择。所以其实现在财划法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以现有的这样的一个预算的部分来讲，你要让中央 control 的多一点，还是让地方能够 control 的多一点？那我们就从所谓的好钱从哪里来思考，就是说。以台北市来讲，我过去曾经讲过很多次，台湾在很多数字上面是有非常多不公平的地方，比如说10%的人缴了90%的税，所以如果我们讲说我们今天要还税于民的时候，那到底是要还给10%的还是还给全部？那当然要还给全部啊！为什么？因为这10%他是比较有钱的，所以他可以分担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今天财划法主要在讨论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好，那为什么我们主张要让地方承担多一点的责任？因为以现有的这个状况来讲，其实以台北市来讲好了，我们过去按照经常门预算这些，其实每一个市长新出来的时候，他真正能用的预算也不过就大概10几%而已。那我们能不能让他多一点空间来发挥他想要做的事？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去看，就是说中央为什么我们决定要让中央变少一点？很简单，因为过去的中央，特别是在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你一天到晚在用预算法第83条，就是特别预算嘛。你一直用，要不是国防也用特别预算，前瞻计划也用特别预算，然后再做这样的一个分配。那对我来讲，我自己在看的就是说，当你一直常在利用83条的时候，表示你中央本来就在扩权，然后再用这个方式再分配给因为前瞻基础建设大部分都分给南部的县市。那既然你在这里扩权，那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我不能做一个稍微平衡一点，让地方去做自主？而且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说老实话，地方政府到底谁选上谁选不上，这个都是按照选举按照人民的规定啊。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大家比较单纯的来思考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今天整个财划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一笔钱，你觉得地方可不可以再用更多？地方能不能够有再多一点的决定权？特别以台北市来讲，我会认为相对对我们来讲，我们拿多一点点会比较公平的原因在于，就是说台北交了很多税啊，就台北在提供整个税务的这个状况上，当然它也多，可是我们其实以我们所提供的数字出来哦。我们并没有做等比数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还是兼顾了整个台湾均衡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虽然有多，但我们虽然调的最多，但是我们还是分配出来的更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所有问题都是核心问题啦，就是说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我到底要让中央配多一点，还是要让地方配多一点？那整个比例的部分，它是有算式的，它是按照所谓的营利事业这些占权重占多少这些部分，那个算式的问题，如果大家针对这一次的分配有疑问，那我们再来讨论算式。所以我们先决定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再来决定算式，那最后这才是核心问题啊。那委员，民进党为什么不提自己的版本？
以前立法委员只要有版本，行政院都会有版本嘛。那为什么扯了半天了，行政院就说现在最好？我们通通不要改，为什么这样？我先提一下了哈，其实陈其迈说柯志恩私讯他，其实柯志恩也私讯于我啦。我其实在这个会期这一届就第一次提过了版本，我就要求针对一些国家的重点产业，比如说像电力这些的重工业，在高雄建制在那边，那它的污染特别的多，其实应该像玉芳委员也是过去也是高雄牺牲的比较多，其实应该合理的补偿回去分配。我就提了这个，但是后来被丢包了哈，完全被丢包。那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好处理，是因为每个县市大家都希望多一点经费，都希望自己拿到更多的经费，所以你要去平衡间取得各县市间的平衡，这本来就存在难度。所以为什么民党在过去8年内其实一直很难达到一个共识？那但是上来之后，我认为这个可以讨论就是放权给地方多一点，放多少可以讨论。但是这一次有些程序上的问题出了很大问题，比如说这件事情牵扯到3753亿的一个分配，这样的分配其实应该经过跟行政部门好好讨论，地方政府好好讨论。结果在委员会3分钟送出去，那在朝野协商也没有协商，然后送到院会之后，在1个小时内几乎送出了8个版本修正、再修正、再修正、更正、再修正的这个更正等等，一直不断的送出来，然后最后立委们没有几个人知道完整的版本，也很难计算。我认为这个程序上面出了很多的问题。我认为其实裁罚法该修也应该好好的修，但是要听见一些声音。你这个过程几乎各部意见没有被参与进来，因为委员会你3分钟他也没办法讨论嘛，也没有朝野协商，所以我们要讨论。那院会更是在1个小时内处理完毕，也没有办法讨论。所以我认为这是个问题。那再来从实质上我也要谈一下了哈，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公平？刚刚其实洪玲提到，台北市其实首善之区占了很多的优势。你看这次直接分到416亿，你的税是按照人口跟营业额，对，416亿，而看高雄拿到了245亿了哈。高雄是6都里面最低的。那我要讲的是，比如说你用营业额去分配，营业额分配公不公平？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像高雄有3大电厂，新达、南部跟大林3大电厂供应最多的电力，中送、北送，但是它的总公司在哪里？在台北。台电总公司在台北，所以它营业额算在台北，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就各地方工厂在各地方，但是总公司在台北，因为首都是台北。那你用这个分配的话，其实只会让那个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所以我认为这都是产生问题一些原因，包括人口的部分也是了哈。他也把人口基本上这一次就用营业税额跟人口作为2大一个分配比例，但这公平吗？人口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中南部产业状况不如台北好，所以很多都从中南部移到台北，人口集中在双北。那但是你这样变成人口越多的地方分到更多资源，未来只会让更多的人必须从中南部到台北来，这对于台湾间的区域均衡发展，我认为是不利的。包括像土地也是，土地高雄跟台北。高雄差了11倍，大台北11倍，就在土地上面比例反而比过去以来还做了一些调整，反倒是更不利于整个土地上的分配。所以我觉得种种因素才会让大家觉得，好不容易以前大家常在讲重北轻南，重北轻南，好不容易感觉趋缓了一些，但是这个裁罚法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下，这样送出来之后，反而让这个重北轻南越加剧。我认为对高雄、对南台湾真的不公平。我觉得对赖若荣委员刚刚所讲的，我只有赞同一点就是每个县市政府都希望拿到最多的钱，给地方最好的一个福利这点是毋庸置疑，所以每年都要去争取。但是我还是必须要提到这个裁罚法25年没有修，我们在今年5月在第1会期的时候，罗明才当召委的时候就要求财政部，而且财政部还承诺他们会提出不同的一个基数，但是等到第2会期的时候，还是两手一摊，觉得他们不需要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如果民进党立委有任何的意见，他们应该 push 所谓的行政院版拿出来，大家根据你所拿的比例，我们何苦要去放这些不同的一个基点，然后来让大家来批评？如果财政部能够根据22县市，它本来就应该召开22县市所有财政主管里面提出一个比率，然后拿到委员会来做一个讨论，这是财政部失信于民的第一点。第二点，不是3分钟送出委员会。陈玉珍委员在第1天的开始的时候就要求，可是每一次的时候都是用程序发言、大题讨论，根本就没有对实质的问题来做一个讨论。所以那时候又再一次希望行政院能够提出这些部分过来。然后第3点，我还要特别提到，我没有失信于陈其迈。那时候我是告诉他说，我们财划法可以有机会，希望有行政院版本之后我们来讨论，有可能这个会期不会过，这个会期有没有可能不会过？它是选项之一，它真的是选项之一。在礼拜4，如果民进党没有攻破8点半的时候去占据立法院，它有可能等到过完春节之后，
然后提出行政院的版本之后再来审，它是有可能。可是这一切在一切协商破局完之后就没有，所以我并没有。而且我说实在，柯震是什么咖？我是智库执行长，我也是立法委员。我可以有办法主导这个所谓的财阀法什么时候过，什么时候不过吗？应该是柯建铭跟傅昆萁他们彼此之间来做一个沟通。最后我还是要提到，大哥你要给我讲这个部分，真的，所谓的空污也可能是在我们的选项之一，但是空污它需要有比例原则。赖委员所拿出的赖委员43个字当中不是比例，然后特别是这个空污是产业的结构，应该是像卢秀燕市长一样，把碳税留在地方，80%留在地方，这个可以解决空污的问题。最后一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也完全同意你告诉我，就是说，如果有很多污染是在我们高雄，可是税却是缴在台北，完全同意。所以这个就是应该在税的定义上面，你就应该重新来讨论，来告诉我们，如果你的污染在我们地方，涉及在我们的地方，你的钱不能因为你总公司在台北就缴给你们台北，否则台北就会越来越有钱。这点我很有建议，而且你们的这个所得税到从本来我们是设定的是20%，现在变成30%，这个我也很有意见。所以呢，这是认定的问题，你应该在这个最源头的地方开始去修，而不是在财阀法里面分配不公，然后来指责负责任的提出版本的这个所谓的在野党。对了，就是长久以来南部人都说，你们在这边拉屎在这里，然后呢，你们在南部对啊，要修嘛，要定义上去修嘛，认定上要去修啊，认定上去修啊，都在中南部了，这是事实了。休息一下再回来。